阿杰，你过来一下。下一期视频时长不够，广告位只有一个。上次跟你说过，齐友跟阿美洛那边你去沟通一下，看看下期谁上。哦，那边的事情我已经解决了。是这样的，我们节目下一期的广告时长我肯定是我们上，但是我们公司我们彼此合作那么久了，我以为形成了很深的默契。我们的键盘质量好，寿命长，那么好的产品，不应该推广给玩家们吗？但是齐友那边下期的广告位必须是我们上。如果有一个你无法拒绝的理由呢？就是这样。齐友阿美洛联名款。这个鸡宝娘的键盘现在还在抽奖哦，5月20号才开奖，所以不要错过。可以做的华人玩家们，你们好，感谢收看《就知道玩游戏》，我是聂俊。有毛病啊！这是孔子有句话说得很好，他说：“P5 天下第一”，可见 P5 之优秀。所以经常能够收到来信要我聊聊 P5 不用着急，因为了解这个系列都知道P5 一定还会出个加强版这在过去2代都有所以 P5 也一定有。这不就在前段时间 P5 公布了加强版《女神异闻录 5R》，据称会加入新的剧情和角色，所以呢我们会等到 P5R 发售之后再好好聊聊 P5。但是 P5 天下第一这个成绩可不是靠运气也不是黑马，它可是有着很长时间的前期积累的。所以天下第一的可不只是 P5， 还有创造它的公司阿特拉斯当然这里的天下第一只是这种夸张的表扬和任天堂是宇宙的主宰是一个意思这里不要杠在 P5R 发售之前，我们其实非常想先聊聊阿特拉斯，毕竟有不少玩家是从 P5 开始接触这个系列的所以对阿特拉斯了解的并不多，而想要更好的鉴赏 P5R，了解阿特拉斯是前提，同时这公司呢也确实有很多值得我们了解的故事。那要从什么角度开始了解呢？是像以往一样从公司的伊始开始吗？不，你得只换个角度，从这公司最特殊，甚至在整个业界都很特殊的游戏开始，凯瑟琳也就是那个打擦边球的推箱子游戏。这个游戏呢最近也推出了完整版凯瑟琳 Full Body。而且还有了官方中文，甚至还有了 PSV 版本。在 PSV 停产了那么久之后，既然还有 PSV 版本，就值得我们再聊聊这个游戏啦。所以呢，我们会从这个游戏开始切入，然后转而深入探讨下阿特拉斯这个公司，好为以后我们聊 P5R 做个铺垫。最后特别提醒一下，因为凯瑟琳呢这个游戏的剧情是以两性为话题，所以呢视频可能会有那么点成熟但了解的都知道呢，其实这个游戏并没有情色成分，所以那个视频呢也不会有太大尺度内容。不过我知道现在我们的节目有很多是父母和孩子会一起观看所以还是提醒一下最好自己看完斟酌一下啦。想象一下自己身处这样一个状态，30多岁的年龄，工作没有成就，银行没有储蓄，每天就是浑浑噩噩得过且过，和朋友的聊天内容永远都是倒苦水，没有野心，没有目标。开始不敢面对交往了5年的女朋友好歹还有女朋友，但总是用各种借口逃避婚姻，害怕做出改变，干什么都优柔寡断。就当以为这样的生活还能持续下去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的女友怀孕了，接着又莫名其妙的和另一个刚认识的妹子发生了一夜情。一边是关系尴尬却又不得不面对的现女友，一边是身材诱人、火辣热情的出轨对象。遵守道德底线还是放纵欲望，你会选择哪一边呢？没错，这大致就是凯瑟琳的背景故事，一个围绕婚姻和出轨展开的，听起来有点狗血有点似曾相识的渣男养成记。老实说，这样的题材如果放在影视小说里，凯瑟琳充其量也就是个地中地，品如的衣柜可以把她甩到尾气都闻不到。正宫小三、婆媳大战，永远不要尝试小看编剧的下限。这年头，婆媳联合起来绿男主的剧情都已经写出来了。而有趣的是，这种题材在电子游戏里却是真的不多见。
日本游戏虽然很喜欢打擦边球，衣服动不动就缺斤少两，男主动不动就妻妾成群，格斗游戏都能完成汝窑换装但这些作品的出发点大多都是 YY， 只能满足玩家的幻想，不会有任何实际的现实意义。所以凯瑟琳无疑是特别的。如果还考虑到推出这款游戏的公司是那个有头有脸的阿特拉斯，制作凯瑟琳的团队就是创造了经典 JRPG P3、P4 的原班人马，大家或许就能想象到凯瑟琳是多么奇葩的一个存在。而更奇葩的是，这款看似秀色可餐的作品里面居然是一个硬核的推箱子模拟器。游戏的主要玩法就是每天晚上操纵主角文森特抱着枕头，光着膀子，仅凭一条性感裤衩，在无尽的噩梦里推拉横移，躲避陷阱，不断向上到达终点。没有宏大的场景，没有 RPG 养成要素，更不可能允许玩家去干18禁的事情，简直就是老子裤子都脱了，你给我玩这个凯瑟琳恐怕是游戏里少有的几个明说了没有任何不良内容，但却能用封面来诱惑人们冲动消费的游戏果然玩家们还是太单纯了。所以让我把话说明白了，凯瑟琳就是一款小格局的低成本推箱子游戏。别看它和 P5 使用了同样的引擎，但玩家不可能在它身上体验到后者那样丰富内容。不过毕竟师出同门，女神异闻录系列和凯瑟琳之间的互相影响其实意外的有意思。凯瑟琳的游戏流程大体可以分为3个部分：过场剧情、自由活动、推箱解谜。整个游戏就是以天为单位循环这3个环节，这很明显就是 P3 之后的 P 系列构成模板。校园生活和迷宫战斗被互相区分，玩家白天作为学生上课，放学后自由时间可以自由掌控，晚上来到了异世界探索迷宫战斗升级。在凯瑟琳身上，主角文森特的白天和学生一样，属于被游戏规定死的部分，播放什么动画、和谁见面、要回答什么问题都是游戏事先安排好的。只有到了晚上，文森特去到酒吧才会获得等同于放学时间一样的自由支配权。0点之后的深夜就会进入噩梦，开始喜闻乐见的推箱子，每天最后还要面对一场 BOSS 战，中间再穿插一些剧情动画，两者的格局可以说是一毛一样的。这次推出的加强版凯瑟琳 Full Body 和原版凯瑟琳的区别，其实也参考了2012年发售的加强版 P4G。P4G 和 P3 的加强版 P3F 不一样，不再是主线故事结束之后添加新的剧情，而是在原版的基础上添加新的角色、新的事件，并且将新角色无缝的衔接入游戏本片。只玩 P4G 的话，几乎是不会感觉出有角色是后期添加上去的。凯瑟琳 Full Body 在原本的正宫凯瑟琳和出轨凯瑟琳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第3个短发凯瑟琳，短发妹子晒高。同理，这位新角色也是无缝衔接原版的剧情，游戏的安排非常巧妙，完全没有影响原本的故事设定，反而充实了整个剧情的内容，甚至在出轨之后抛出了比本片更加劲爆的话题，将结局数量扩充到了13个。包括预计今年发售的 P5 加强版 P5R 也采用了一样扩充原版剧情、加入新角色的玩法。这种做法确实非常讨巧如果只在结尾后面添加内容重玩本片就可能成为了老玩家的负担。而且相比于做一个 DLC， 用等量的时长来扩充本体，会让玩家感觉更实在。游戏还能顺带光明正大的再卖一次全价。现在敢把 DLC 卖到全价的，估计也就他们了。谁赞成？谁反对？三太子不服。所以如果大家想要体验凯瑟琳的话呢，不推荐购买原版，凯瑟琳 Full Body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完全体。不过由于凯瑟琳的体量不大，流程不长，他们3个环节是相辅相成、感情一致的，不像 P3、P4 那样有明显的喘气机会。凯瑟琳紧张的氛围始终贯穿，哪怕玩家处于酒吧的自由活动，也会时不时收到来自于凯瑟琳们的短信，玩家回复的讲话方式，甚至有没有第一时间接听电话，都会对善恶值产生影响。这种能够让我们产生共鸣的设计，是凯瑟琳中我最喜欢也最纠结的部分。玩家真的会将自己投射到文森特的身上，小心翼翼地回复每条短信，极力讨好心仪的对象，又或者担心拒绝的语气会不会太伤人。坐在告解室里，看着头顶上那一个个直白的问题：结婚是人生的全新开始，还是坟墓？换作平时，也许大家能够立马给出答案，但当我们站在文森特的角度来思考时，简单的问题就变得意味深长。事实上，游戏里对这些问题的选择倾向也和现实中的调查完全不同。看看这些统计数据，玩家会真实的感觉到自己的选择在被这个游戏的故事所左右。另一方面，凯瑟琳的 NPC 剧情也很巧妙。严格来说这游戏可能就没有什么支线的经费推箱子游戏嘛，本来就没有多少预算。但制作组很聪明，他们把酒吧的人物跟梦境里的绵羊做了对应，通过一些生理特征或者交谈的信息，让玩家慢慢意识到这些人的身份背景，
从而逐渐建立了一个奇妙的社交圈。梦境里从绵羊口中获知他们潜意识的欲望和痛苦，酒吧里又从人类的视角了解这些人的境况，然后通过现实和梦境两种信息拼凑出这个人的人生。其中我最喜欢的是一个石油土豪，因为玩家在酒吧里是遇不到他的，每次都只能通过电视里的新闻报道了解一些他的事迹。但就是这样一个脸都看不到的 NPC， 却让我感受到自己和他交涉颇深。最终在游戏的尾声，当我终于帮助他解决了心病，并第一次在酒吧见面的时候，那种心照不宣、无需多言的感觉真的很棒。当然，说1000道1万，凯瑟琳是个推箱子游戏，这是一点都回避不了的，并且推箱子的难度还真的不低。玩过原版的应该都多多少少的遇到过卡关的问题，所以加强版的默认难度它甚至都不是 normal。好消息是，凯瑟琳 Full Body 在低难度里加入了直接跳过推箱子环节的选项，剧情党可以直奔主题啦。不想完全放弃的话，也能够打开自动解谜功能，相当于官方教程，还支持随时开关，任何玩家都能够通关。如果真的想要挑战的话呢，加强版中的关卡数量也达到了惊人的500多关。毕竟这游戏可是连酒吧里内置的街机都是一个完整原创的推箱子游戏保证可以玩到吐。从游戏设计角度来说，凯瑟琳或许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牛掰的东西，但2011年发售至今，它却始终让我移不开眼睛。这种感觉就好像我看着凯瑟琳那诱人的封面，明明知道盒子里的游戏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子，但却忍不住在内心的角落抱有一丝幻想。我想凯瑟琳最大的魅力，或许就是那种抑制不住的好奇心，因为这是阿特拉斯少有的不以盈利为目标的项目。这是一款完全脱离大数据、任性而为的作品。敏感话题、两性关系这种方向，在正常日本游戏公司的眼里，其实是非常致命的。看看隔壁的如龙，仅仅涉及了黑道，就常年遇不到几个本土对手。凯瑟琳当年还差点被评为第1级，但玩过游戏的人都知道，凯瑟琳的内容远远还没有达到17禁的程度。当我们用有色眼镜看待这些题材时，市场也在用同样的眼光过滤创作者的思维。有人说，凯瑟琳的成功归功于辅导成绩漂亮的人设，归功于制作团队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这确实有道理。换一批人，凯瑟琳很可能会变得平庸。但转念一想，这世上画画牛逼的人不止辅导一人拥有自己特殊风格的公司也不止阿特拉斯一家。凯瑟琳难以被超越的不是他背后的团队，而是他愿意集结这帮人去干别人不敢干的事情。这种稀有的属性才是引发玩家好奇心的本源。2016年末，玩家还没有来得及从 P5 的热潮中缓过神来，阿特拉斯就突然对外宣布成立全新的工作室 Studio Zero， 原女神异闻录系列铁三角监督桥野贵，美术富岛成纪，作曲木黑匠司都加入其中，同时公开了该工作室的全新游戏 Project Re Fantasy。从这2期视频来看，日本人取名字特别喜欢 Re 什么东西这款新游戏不是真女神转身那样的现代末世录，也没有女神异闻录的青春校园。他放弃了过去20几年阿特拉斯积累下来的风格优势，转而打出了真正的幻想世界的口号。阿特拉斯还为这个游戏的官网注册了一个霸气的域名 RPG.jp， 大有想重新定义JRPG 的意思。这域名感觉比 T.TT 还牛掰并在页面用醒目的大字赫然写道：既不是女神异闻录，也不是女神转身，这是一个全新故事的开幕。想当年，全世界都在追捧《最终幻想》《勇者斗恶龙》这样的王道奇幻 RPG， 阿特拉斯却打造了以现实世界为舞台的女神转身。但现在 RPG 的背景突破奇幻不受约束时，阿特拉斯又回过头来执拗的想要创造新的幻想世界。这正是我喜欢这家公司的理由正如乔野在访谈中说过的那样，阿特拉斯的作风就是对游戏必须这样才好玩的价值观提出游戏并不一定那样才好玩的想法。反抗、斗争、不走寻常路是这家公司的基因，而凯瑟琳就是这个基因的完美体现。或许从商业角度来看，凯瑟琳给阿特拉斯带来的收益远不及其他 IP， 但在公司内部，它却有着非凡的地位。阿特拉斯并没有简单的用营收来排名自己的游戏，甚至于 Studio Zero 成立之后的首个对外招聘视频，也是用凯瑟琳中游戏剧场的形式来进行发布。这次的加强版凯瑟琳中还收录了一些新项目的歌曲。Project Re Fantasy 立项后，乔野自己也感叹
他希望 Studio Zero 能在 Project Refantasy 身上找到当年开发凯瑟琳的感觉。注意，不是2个女神作品，而是凯瑟琳的感觉，因为他们觉得那种从零开始，不知道到底会是雷作还是名作的紧张，才能让游戏变得更加有趣。如果每次都只是沿着过去走过的路，那为什么不去玩以前的作品呢？ Studio Zero 本身就是阿特拉斯为自己定下的新阶段。在拥有女神转身和女神异闻录2大支柱 IP 之后，阿特拉斯一直想要创造第3个全新作品，一个可以和前2者平起平坐的 IP。 但人算不如天算的2010年 Index 完成了对阿特拉斯的收购，2003年 Index 就被查出了严重的财政问题，随后宣告破产，是日本游戏界第2大的破产案例。之后4家出手将阿特拉斯收为其子公司。虽然这种破事对游戏开发的影响并不算严重，但从公司的角度来说，长期颠沛流离显然限制了阿特拉斯的规模扩大。那么公司内部又如何呢？桥野、副岛、木黑组成的新女神异闻录团队，从 P3 开始接管了这个系列的开发。女神异闻录的风格也一下子从之前的类似于真女神转身的暗黑风，变成了青春亮丽的校园故事，并利用学生的身份特点，确立了白天与黑夜2个互相交织的游戏单元。白天不懂夜的黑啊！而辅导成绩设计的人物则没有金子一马那么厚重成熟，主打时尚活力，大大拓宽了阿特拉斯游戏的受众群体。尽管直到今天还有玩家在争论新旧 P 系列的好坏，但我觉得起码 P3 之后彻底完成了女神转身和女神异闻录2大 IP 的差异化。原本作为分支系列的 P 系列也迅速扩大影响力，到现在的 P5 的关注度已经超越了自己的前辈。看看现在那么多弹幕动不动就刷 P5 天下第一就知道这个转变有多么的成功啊！没错，说的就是你们，可以开刷了啊！凯瑟琳是2011年发售的，也就是说它的研发是桥野的团队刚刚完成 P4 不久。从日后的采访来看，之所以会在这个时候开发凯瑟琳，是因为他们觉得当时是挑战一个具有阿特拉斯风格但又不同于以往任何游戏的绝佳时期，错过了就很难再有下次机会啊。那为什么就是那个时候不可呢？我推测首先2010年那会儿 PS360 2个次世代主机已经推出了但阿特拉斯旗下还没有任何一个次世代主机的游戏。P4 刚刚在 PS2 上发售，不可能立马又搞 P5 嘛，而其他分支又都面向 PSP 和 NDS， 那阿特拉斯就需要一个不那么大型的项目去给次世代主机试水，所以凯瑟琳的宣传里也有着女神异闻录团队首个 HD 作品这样的标语。与此同时 P3、P4 的成功虽然可喜但要开发足以支撑公司的新 IP， 桥野的团队还是没有十足的把握所以他们需要一次试探自己能力的机会，看看从零开发一个新游戏会遇到什么问题。而且 P3、P4 的开发周期短，强度高，开发者自己也难免有点厌倦不像 P4、P5 隔了8年有很大的变化，所以凯瑟琳既是一次试炼，也是一种调剂，可谓一石二鸟不过在我看来，从美术的角度出发，凯瑟琳其实还有第3个重要作用，那就是磨练副岛成绩。副岛虽然是 P3、P4 的人设，但他的上位其实原因复杂，既有金子一马希望提拔新人的主动让贤，也有 P 系列需要改革的外在因素。在 P3 之前，副岛只担当过斯特拉的众神的人设，其他大多都是辅助金子一马，资历不算特别老所以这个时期副岛成绩的画不仅比较保守，画风里还有那么一丢丢金子一马的影子。随便挑几个 P3 的设定图和 P5 放在一起差别还是明显的P3、P4 的人物脸型偏圆，和 P5 比起来有点大饼脸的感觉和我一样五官也相对扁平一些，可以算是早年辅导成绩融合金子一马的风格，寻找自身定位的产物。到了 P4 已经稍微有所缓解，不过即便如此，这时候辅导成绩对人物神态姿势的把控是明显低于 P5 的比如 P4 里的李氏和 P5 的双叶，设定上他们都是情报后援，2个人的姿势也非常接近感觉副导是故意的两者一比，双叶无论是表情还是肢体都明显优于李氏一大截特别是体态上的夸张，腰臀的曲线，肩膀的耸起，腿部的光影变化都老练优秀了许多，把少女的青春俏皮诱人表现得更加明显。
这其实是富岛诚纪在凯瑟琳之前的一大缺点呐。那时候的富岛非常不擅长性感诱惑这样的题材，他自己也坦言别说不擅长了，凯瑟琳之前几乎就没有画过这种感觉的女性。我还特地回去看了一下发现 P3 P4 真的没有什么性感妹子想了很久可能也就上原小叶子、百目点子可能稍微擦点边，但也称不上多么诱人。硬要找的话呢，还是有不过不是 P 系列，而是2008年的在线麻将游戏《桃色大战》听这个名字，大家也能猜到这个游戏什么路子的富岛为这个游戏画的赛车女郎，可能是这个时期里他创作过的最性感的女性但即便如此，也无法和凯瑟琳里的妹子比凯瑟琳简直就是背着品无的整个房子呀！所以凯瑟琳对于富岛诚纪来说意义非常重大。在这款游戏里，富岛被迫涉足不擅长的领域，去设计一个能让男人兴奋的出轨对象，而且还要牵扯到肢体动作的细微刻画，表情神态必须入木三分。富岛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渡期，但成果我想也不用我多说了。凯瑟琳帮助富岛将绘画风格推进到了 2.0 时代，也是从凯瑟琳之后，从前那种大饼脸消失了富岛笔下的角色开始展现出更鲜活、更诱人的面貌。2012年，也就是凯瑟琳发售的第2年，格斗游戏 P4U 发售了。游戏收录了 P3、P4 的角色，为此富岛诚纪重新设计了人物的部分造型。他在凯瑟琳中锻炼的能力立马展现出了效果。相比于旧版人物，新的设定图拥有了更棒的细节，玩家更容易从图像中获得了情感信息。更重要的是，通过凯瑟琳的磨练，富岛诚纪的风格开始放开手脚，更加自信了。对于游戏人设而言，画工好不代表设计也优秀。想要产出好的设计，除了扎实的功底、跳跃的想象力，还有一份对自己的信任。而富岛的这份自信，最终也通过了 P5 强烈的个人风格传达给了每一位玩家。正如富岛诚纪自己出过的2本画集，2004至2010、2010至2017。作为分界点的2010，划开了他生涯的2个阶段。此前他是一名画师，此后他成了一名巨匠。至此，凯瑟琳作为一款低成本的小游戏，却已经为日后 Studio Zero 的成立完成了所有准备工作。他帮助阿特拉斯敲开了 HD 时代的大门，让乔野的团队学到了挑战新 IP 的经验。他找出了公司里最具创造力和探索精神的那帮人。他成功地将福岛诚纪从一个青涩的画师蜕变为了足以支撑日后大局的巨匠。小小的推箱子推动的却是阿特拉斯的未来。过去阿特拉斯经常被调侃为永远的2把手，因为他们的 JRPG 总是不随潮流，不按套路，也因此一直被 FF 和 DQ 这些1把手压在胯下。无论销量还是知名度都逊色一筹，哪怕玩家天天吐槽 FF15 赶工，天天夸赞 P5 天下第一，但在销量上却仍然是前者更加好看。我并不想讨论他们的商业模式哪个更成功，但从凯瑟琳、从阿特拉斯身上，我看到了这样一种思维：钱一定要赚，可相比于销量和营收，他们更在乎自己的游戏能不能不断变得更加有趣。他们关注的是自己能不能挑战新的领域，因为这些才是未来的竞争力。所以他们创造了 Studio Zero， 回归到原点的 Zero， 开始新旅途的 Zero。回顾一下上期聊到的光荣是不是觉得这两个公司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呢？老实说，当阿特拉斯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其实并没有多么惊讶，因为我知道这才是他们的作风。一个和时代叫板了25年的公司，他过去的每一部作品都像凯瑟琳一样，成为了今天这番天地的奠基石。只要这个世界依然不需要每个人都循规蹈矩，阿特拉斯就会继续他们的叛逆之旅。最后，凯瑟琳 Full Body 这个游戏的购买建议，那就是不建议购买，因为说到底，它仍然只是个推箱子游戏啊。你要真的单纯喜欢玩推箱子，还有很多好的推箱子游戏可以选择。那如果真的喜欢它的剧情和人设呢？我觉得嘛，在现在这个时代，作为一个成熟的网络居民，我们不应该被擦边球的封面和性感的人设勾引而消费。无论多性感，都应该能够理性消费，除非忍不住，我就没忍住。好，
最后帮我们的好朋友 Next 游戏宣传上他们的新游戏啊 ，Bipet 啊，一个非常有趣的分手类小游戏。什么叫分手类游戏呢？就是类似《活到厨房》，一个情侣如果合作玩这个游戏的话呢，估计最后会分手，哈哈。所以非常适合广大情侣基佬们休闲玩一玩啊，撕裂一下感情。同时，我也让 Next 给我们带来福利啊 ，Next 最近的4个游戏，Death Coming、彩虹坠入、幽灵怪谈和疑案追声。我们会每个游戏分别抽出3个名额，也就是一共12个名额。而且这次我们会使用站外的留言抽奖工具，所以参与抽奖方式呢，只要给这个视频点赞1条龙，然后留下你的评论就好了。我们会在5月30号开出结果，并且这个方式支持多个网站，所以 YouTube 的小伙伴也可以参与抽奖啦。另外 A 站的小伙伴呢，这次也可以参与啦。所以 B 站、Y 站、A 站每个游戏各抽1个，这回算是雨露均沾了吧，哈哈。好 ，Game 可以用在，我是内俊，我们下一期聊卡普空的一道很好吃的冷饭。